有一种病叫做垃圾信息成瘾。上个月手机弹出一条通知，吓我一跳。通知说，本周手机屏幕使用时间22小时，平均每天超过3小时，使用较多的 App 是微信、微博、地图导航。我和朋友说，没想到自己花了这么长时间在手机上。朋友却说，你这已经很健康了，我每天6小时也不知道做了什么。他爱好看八卦，关注一大堆娱乐号，前一阵还骂某个大叔级明星包小三，没过几天又转变风向说小三不是好东西，捞那么多钱还不满足。朋友说，你看这些都是小三晒的奢侈品。我略略瞅一眼，实在没什么看头。有些新闻瞄一眼标题就足够，比如某某明星复出，某某包小三，知道有这件事就好，控制在10秒之内，不必点开来看你撕我，我咬你的情形更犯不着站队评理。恐怖的是，朋友因为关注这类东西，只要打开电脑手机都是这类推送，这就是所谓的推荐算法。长期下来，世界好像在对他说，世界虽然很大，你只要看这些就可以了，脑子不需要用。虽然这是电脑算法在作怪，但你关注什么就会得到什么算法。当你接受无营养的东西多了，人也变得没营养。我问朋友，你不能看点有用的吗？朋友说，我就想知道这件事的结局。我心里想，哪有什么结局，明星本来就是一个人设。这些新闻看似有传播力，但真的没一点实质价值。好比一盘极恶心的东西，不论你怎么拨弄它、研究它，它仍然恶心的让人无从下口。心理学家亚当·阿尔特说，游戏、八卦、直播等娱乐产品就像毒品，一不留神就能让人上瘾。越关注这些东西，越消耗我们能量。只有主动屏蔽它们，减少关注度，才有机会将精力用在生活本身。某种程度上说，屏蔽垃圾反而是一种保护，保护我们的家庭和生活不受干扰，生活才能更美好和高效。有些交往其实是无效社交。大志最怕过年，聚会活动太多。今年春节，大志带家人出国溜一圈，累却觉得值。大志做小买卖，往年正月场子一个接一个，遇到生意上朋友组的局，还得笑着脸跟一群陌生人嘘寒问暖，敬酒加微信，一屋子人满嘴客套话。第二天醒来，记不清见了谁和谁，3天之后基本成陌生人。也有几个继续来往的朋友，但仅限今天到哪吃，待会去哪玩的层次。其中一个朋友喜欢在夜总会消费其他项目，大致很不能接受。他的初衷是想多结交朋友，为自己赢得有用的资源。越到后面他越迷惑，一年吃喝开销10几万，花时间和精力结交的人，不仅没有一个成为真朋友，还差点把他带偏。真是应了那句老话，酒肉朋友靠不住。后来大致逐渐推掉不必要的饭局，开始确实有一部分人际关系流失，但把多出的精力用来钻研业务，生意并没有变差。这种事我也做过，在浙南多年，一直听不懂本地方言，也没啥本地朋友。一次参加活动，被发起人拉进一个群，好家伙，足足500人，来自本城各处，大家整天交流吃喝玩乐信息。开始我抱着努力融入当地生活的心态，积极和大家聊天，遇到问题也尽可能有所回应。偶尔有人加微信，我有一个习惯，新加朋友都会进行分类，而这里的人没办法归到以往任何一类，于是我新建一个名为吃喝玩乐的类别。当吃喝玩乐的人越来越多出现在我朋友圈，感觉很搞笑，除了点赞我全不认得。为了融入其中，我努力充当起砍柴人的角色，别人的羊吃饱了，我却两手空空。那段时间，由于注意力过多放在建立各种关系上，荒废掉原本该学习的课程，得不偿失。人的社会属性决定我们无法独立生活，但真正聪明的人一定会对各类关系有所甄别和屏蔽，选择自己真正需要的。作家连岳说，一个人的时间没有价值，那这个人就没价值。时间不骗人，把时间用在无效社交和酒肉朋友上，收获的除了短暂的热闹，只有长久的空虚，说不定还会被带偏。精力可贵，拿来锻炼学习，哪样都比深陷无用社交强。屏蔽不需要的关系才是获得幸福的重要方式。只有学会屏蔽，
才有可能将精力用在向内求索上，唯有自己有所提升，才可能真正过得幸福。赋能的流量离得越远越好。一个人的思想如果偏离社会最主要的价值取向，有才华反而是件可怕的事。他们会为阅读量制造各种问题，带来各种负面影响，最终肯定走不远。霍金曾说，宇宙中的物质都是由正能量组成的。心理学家罗纳德·波德尔曾说，情绪可以像流感病毒那样传播，传递给密切接触者。加里·斯梅尔是美国洛杉矶大学医学院的心理医生，他曾和团队做过一个实验，他们选了一个开朗乐观的人和一个心情忧郁的人，让这两个人共处一个房间。实验的本意是想让开朗乐观的人去影响一下心情郁闷的人，让后者开心一点。没想到的是，不到半个小时，原本乐观的人脸上的笑容消失了，也开始唉声叹气。这个实验表明，不良情绪只需要20分钟左右就会传染给旁人。负面情绪看不见也摸不着，但具有很强的传染性。所以如果我们不幸遇到这种浑身充满负能量的人，要尽早远离，屏蔽掉那些负面情绪的影响，专注于自己的生活。其实社会的发展亦然，永远是正能量引导我们向前，没有人会真正喜欢负能量的东西。面临选择时，请遵从自己的理想和信念。除了被动屏蔽垃圾，我们完全可以主动拒绝制造垃圾。多写温暖之文字，多行善良之举动，让自己变得坚强，亦让别人看到世界阳光明媚的一面。哪怕一时半会养不活自己，但传播美和善良，彼此都会快乐很多。世界越复杂时，越要简化自己。年少时，我们不停给自己生活加料，现在开始学做减法，试着屏蔽不值得的人、事物。我们想身体健康，就挑选健康的食物；我们想生活健康，就获取有用的信息。也许刚开始会难受不适应，感觉舍弃这些短期快乐并没有得到该有的回报。要知道，人生的回报多数不是直线上升的，等时间线拉长，结果自见分晓。想要生活变得更好，学会屏蔽，把时间和精力花在给自己赋能的事情上，而不是让自己赋能的事。米兰·昆德拉在《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》中说，从现在起，我开始谨慎地选择我的生活，我不再轻易让自己迷失在各种诱惑里，我要向前走，把关注点放在创造价值和愉悦家人的事物上。人生还长，让我们拭目以待。看过一句话，生活总是纷纷扰扰，到了一定年纪，要学会把心门关上，要有在流言蜚语中闲庭信步，在声色犬马中不忘初心的定力。如何做到？锻炼自己的情绪屏蔽力，不被外界迷惑，不被喧嚣干扰。在我们进一步探索之前，别忘了关注才知道并点击小铃铛。我们将继续揭示更多关于金钱的真相，祝你迅速实现财务自由。比病毒更可怕的是情绪黑洞。在《圈层突围》一书里提到过黑洞人的概念。有些人就像黑洞，不停地散发暗黑能量，将周围的人吸入情绪的泥沼之中。你本想专心复习考研，提升自己，室友灰心丧气地告诉你寒门难出贵子，你的努力根本没有用。你本想努力工作，干出一番事业，同事们自己躺平摆烂也就罢了，还取笑你的努力。你本对爱情充满向往，对婚姻充满期待，一些过来人却跟你无休止的抱怨，只为让你也觉得爱情不可靠，婚姻是牢笼。这些情绪黑洞人从不会谈论生活的美好面，只会把别人拖入和他们一样的情绪黑洞之中。离黑洞人太近，自己也会传染上负面情绪，成为他们中的一员，被消耗掉身上的能量。对外界干扰上瘾，只会消耗自己。经济一书中说，在这个时代，信息是爆炸的，知识是过载的，观点是鼓噪的。现实生活中，我们常常把网络当成汲取知识的途径，却忽视了无用信息的干扰。查询资料时，一个吸睛的标题可能让你忘记要做的事情；潜心创作时，一个微信小红点也可能让你灵感全无。沉迷于各种无用信息，失去了深度思考的能力，生活陷入空虚。不仅如此，全盘接收外界信息，并不会使我们的思想更全面，相反，还会使自己的世界变得更加混乱，
然后不断地质疑自己。随便一刷手机，满屏都是成功人士，有人一周读完了3本书，有人各种才艺样样精通，有人年纪轻轻就拥有许多财富。看着看着，内心越发焦虑，仿佛所有人都很优秀，只有自己被抛下。越关注，越在意，便越浮躁。一味地将目光聚焦在他人身上，只会徒增焦虑，背离初心。杨绛先生说，世界是自己的，与他人毫无关系。唯有懂得有选择性的屏蔽，才能专注自身，过好生活。将注意力集中在自己身上，才是最高效的生活方式。有大智慧的人懂得屏蔽和筛选。王朔说过，所谓活得明白，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不把评判标准交给别人。相反，最大的愚蠢就是把生活的审判权移交给别人。拥有屏蔽力的人，活得明白，也能活得漂亮。不可否认，在我们身边总是围绕着形形色色的干扰因素。也许我们无法让这个世界静音，但可以通过屏蔽和筛选降低噪音。越是懂得屏蔽，越能优化我们的思想属性。很多时候，屏蔽是为了给内心的那束光释放的机会。越清楚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，也越能让我们的内心世界变得真实且清醒。只有创造出属于自己的独立空间，主动和外界划清界限，才能坚定地守住内心的一方净土，活出自己满意的人生。屏蔽无用的消息。先问个问题，你能想象自己怎么度过没有手机的一天吗？1个月呢？1年呢？前几年可口可乐就举办了一场挑战1年不用智能手机的活动。来自纽约的伊拉娜·穆格丹突破层层选拔，赢得了参与资格。如果能完成挑战，她将获得10万美元奖金。活动期间，伊拉娜只能使用一部老式的翻盖手机，而之前她几乎和智能手机形影不离。挑战开始的那几天，伊拉娜惊喜地发现，她非但没有想象中的焦虑，反而很享受那种放松和自由的感觉。她还注意到，在没有智能手机的这段时间，她的工作效率竟比之前提高了2倍。最让她不敢想象的是，半年多的时间，她已经读了30多本书，而且睡眠问题也轻松解决了。伊拉娜还发现，她竟然能腾出时间去修补一些人际关系，和一些人重新取得联系。活动结束后，她忍不住感慨，回忆之前刷手机的日子，我简直是在浪费时间。现实生活中，我们常常把网络当成获取知识的途径，却忽视了无用信息对我们的干扰。查询资料时，一个吸睛的标题可能让你忘记要做的事情；潜心创作时，一个微信小红点也可能让你灵感全无。而垃圾信息不会为我们绕路，想保持专注，唯有主动屏蔽。音乐创作人李健之前从不用智能手机，也没有微信。他说，智能化带给他更多的是干扰。之前习惯不停地刷各种信息，看别人吃什么了，自拍什么了，发生什么事了。后来发现这些信息对他来说没有多大用处，反而会影响创作的专注度，所以就全部屏蔽掉了。刘同在《一个人就一个人》书中写道，你把时间花在哪里，人生的花就会开在哪儿。不要浪费时间在与自己工作无关的信息上，屏蔽它们，花更多的时间提升自己。闲暇时用读书、健身代替漫无目的地刷手机，生活便不会感到空虚。做事时为自己营造深度思考的空间，给思想加码，人生才有向上的可能。当你主动过滤掉无用信息的时候，你的每分每秒都将变得更有意义。屏蔽别人的情绪。2012年Facebook 对69万名用户进行了一项情绪实验，他们把用户分为2组，一天时间里为第一组用户持续推送积极快乐的内容，为另一组用户持续推送消极沮丧的内容。然后他们记录了这些用户当天在 Facebook 上发表的文字或图片，并判断这些图文带有的情绪。实验结果发现，大部分的受试者都会被情绪传染。被推送了快乐内容的用户发布的图文也带有积极的情绪，而接收到沮丧内容的用户发布的图文则消极悲观。想起这样一句话，我们活得累，并非生活过于刻薄，而是我们太容易被外界的氛围所感染，被他人的情绪所左右。在网上看过这样一个故事，
一个女孩从海外名校硕士毕业回国，各方面条件都很优秀，面试心仪的公司时也表现得很好，最终却没被录用。问起来才知道，她打车去面试，司机一路上十分烦躁，不停地抱怨堵车，奈何越来越堵，渐渐的，本就忐忑的她也火从心起。好不容易到了公司，保安例行检查，眼看就要来不及了，于是女孩在司机那里感染的坏情绪一股脑爆发了，十分暴躁地催促了保安。所幸她顺利地赶上了面试，并且发挥得不错。正当她信心满满地等待结果时，却发现自己没有被录取。女孩很不甘心，便托人打听原因，这才知道她对保安发脾气时被恰巧经过的主考官看到了。尽管大家一致认为她是最优秀的人选，但考虑到她应试前的表现，最终还是没有选择她。知道原委后，女孩十分委屈，因为她素来是个温和知礼的人，却因为受他人坏情绪的影响，失去了这次机会。曾经看过一句话，人世间最累的事，就是为别人的情绪负责。但事实上，别人的喜怒哀乐与自己毫无关系。不被别人的愤怒传染，不受别人的焦虑支配，不为别人的抱怨烦心，不因别人的沮丧失落，才是最通透的人生态度。内心强大的人都懂得屏蔽别人的坏情绪，掌握了心情的主动权，才能拥抱属于自己的生活。屏蔽外界的看法。哲学家叔本华说过，人性一个最特别的弱点，就是在意别人如何看待自己。真正的强者从不会因外界的看法而踟蹰，也不会为他人的评价而屈就。1999年，余秋雨应电视台邀请，担任《千禧之旅》纪录片的嘉宾主持。没想到这次跨界竟引来文学界的不满。当时足足有1800多篇抨击余秋雨的文章，说他不入流，沽名钓誉。还流传出这一句话：21世纪的文人圈有2件事是正确的，一是好好挣钱，二是骂余秋雨。面对别人的责难，余秋雨只是说了句马行千里，不洗泥沙，自己还有很远的路要走，哪有功夫理会粘在身上的小小污点呢？之后文化苦旅出版，有人给他的文章挑错，有人批评他滥情，还有人说他不尊重文化。当时很多文学大家帮他发声，但余秋雨却依旧不理会任何言论，照常写文章，做自己的事。后来随着时间的流逝，这些声音都渐渐消散了。余秋雨曾在《文化苦旅》中写道：成熟是一种明亮而不刺眼的光辉，一种圆润而不腻耳的声响，一种不再需要对别人察言观色的从容，一种终于停止向周围申诉求告的大气，一种不理会喧闹的微笑。我们曾以为赢得别人的赞誉才是成功，后来却发现人生最重要的事情是为自己而活。从始至终，能陪我们笑到最后的只有自己，而脚下的路也只能我们自己去丈量。不敏感于他人目光，不生活在别人嘴里，做自己人生的评判官，才是最难得的清醒。正如荷兰畅销书作家罗伊·马丁纳所说，我生命里最大的突破之一，就是不再为别人对我的看法而担忧。只有我们不需要外界的赞美时，才会变得自由。屏蔽别人的眼光和评价。人世间最累的人，就是活在别人的世界里的人。想做一件事，首先想到的不是自己是否需要，而是别人会怎么想，怎么看。如果觉得这件事会得不到别人的称赞，那这样的人多半会选择放弃。内心强大的人从来不会在乎别人的眼光与评价，而成功也从来不是别人口中所说出来的。自己脚下的路只能自己去走，而自己的人生也只能自己来定义。想要变得自由且强大，就要学会去做自己人生的法官，不在乎他人的评价和眼光，也不需要活给任何人看，更不需要任何人的赞美，自己开心快乐比什么都重要。真正惬意的人生，应该去樊村捡。人生跌跌撞撞一路走来，最大的负累其实就是自己想的太多。真正惬意的人生，应该去樊村捡。有人沉迷于盲目攀比，失去快乐和初心；有人太过在乎闲言碎语，整日被扰得不得安宁。同样，也有人在这纷纷扰扰的世俗世界中，始终坚守本心，强大内心，过得风生水起。要知道，人生只有屏蔽来无关紧要的，
才能知道什么是真正重要的。在一个节目中，迪丽热巴被问到：“你怎么看待网上对你的恶评？”她只是有些诧异地回答：“啊，跟我有关吗？很多时候，你的屏蔽力就是你最好的保护色。越是有格局，越是可以保持自己的本心不动摇，对他人的私事不关心，不过分在意他人的评价。如果能做到这2点，将消除世上90%以上的烦恼。”一群人聊天，有人说朋友圈越来越没劲了，不是晒娃的，就是微商，要么是无趣的段子，或者过气的明星绯闻。问到其中一个人怎么看待这些，他回答说：“我没什么感觉，不喜欢的我都屏蔽了。”人生的格局不是你看清了多少事，而是你看清了多少事。美国达人秀中有一位姑娘的表演震撼了全场，但在赢得全场观众惊叹之前，她是被评委淘汰了的。一开始，这位姑娘上台后便默不作声地在一个画板上乱画，4位评委看了，认为她在胡作非为，于是全部灭灯。被灭灯之后，她并没有急着解释，而是继续作画。终于在1分37秒的时候，她的作品惊艳全场。此时，这位被灭灯却依然坚持画到最后的姑娘泪如雨下。结果没出来之前，眼泪背后的委屈又有多少人知道呢？生活中这样被别人质疑的声音很多，甚至可以说是无处不在。如果你是一个说话温柔的人，有人就会说你故意发嗲；如果你是一个心生悲悯的人，有人就会说你假扮好人；如果你是一个公私分明的人，还会有人说你假装圣人。活在屏幕外的我们，又何尝不是视频中那个画画的姑娘？用别人不理解的方式前行，却还要接受别人的评判，会被灭灯，会迎来不怀好意的猜疑和误解。年少被误解的时候，还想着要跟人家解释个明明白白才能放下，可是成年后，这些委屈就只能自己往肚子里咽，无人可说，也无法倾诉。世间的喜怒哀乐并不相通，也没有真正的感同身受。外界的不良声音或许无法制止，但可以修炼自己的屏蔽力。所谓屏蔽力，就是主动屏蔽不需要的东西和不必要的关系。上周其实也有一个迷惑中的姑娘秋秋，专科大2，如今面对毕业季，她决定考本科。当她把这个想法说给身边人听的时候，得到的却是质疑：你这样的能考上吗？其实生活里每个人都遇到过这样的声音，过分关心只会被干扰，没法心无旁骛地走到目标。屏蔽力就是这样，把重点关注在我们想要的事物上，多余的部分一一去除。而太关注跟自己没有关系的事，反而是在消耗自己。只有主动屏蔽它们，减少关注度，才有机会将精力用在自己本身。世界越复杂，就越要简化自己。过于斤斤计较，只会无意义的内耗，让自己心力交瘁。没必要为了一些鸡毛蒜皮和他们针锋相对，到最后只会伤了彼此的感情。世上你我皆过客，何必计较那么多？一个人的格局往往能决定他成为什么样的人。朋友圈有个女生32岁，去年2月毅然辞了职，想开创自己的事业。可评论里全都是质疑的话：你要创业呀，你能行吗？风险很大的。她决定关闭朋友圈，专心做自己的事业。现在她的工作室做得很好，她也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。世界上最难的事，莫过于知道怎样将自己给自己。时间和精力多花在给自己赋能的事情上。2个好朋友去报摊上买东西，买完东西后，其中一个人对摊贩说了声谢谢，但摊贩一句回应也没有，甚至还冷脸相对。另外一个人气愤道：那个摊贩态度真差，你怎么对他那么客气？为什么我要让他决定我的行为呢？有一种格局是，你能清楚地知道别人的评价是错的，但已经不屑于解释。所以你想做的事，你就去做吧。你可以大胆一点，不用顾虑那么多的质疑和猜测。我们每个人都有自我怀疑、被人诋毁的时刻，但请别怕，也别退缩。用不了多久，你就会交出一份最好的答卷。美国作家马德琳·恩格尔说过：人之所以为人，
就在于拥有选择的能力。学会屏蔽不需要的东西，才能收获更有意义的人生。摒弃了无用的信息，思考便多一分专注。不理会别人的情绪，才能更加热爱生活。不在意外界的看法，就可以少去许多烦恼。今后，愿你做自己的铠甲，屏蔽无谓的干扰，在漫漫前路中守护自己的灯火。关注我，我是才知道，带你解锁更多金钱的真相。